轻的时候所受的训练是焦土政策的训练，而且认为癌症就要把它开得彻底、杀得彻底。后来发觉根本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对于癌症的生物学懂得不多，我们以为只能用杀，那事实上可以用很简单的药物就长期的控制。在以前肺癌没有标靶药的时代，很难得有第4期的癌症能够活超过1年的，现在超过7、8年、10年的相当多。免疫治疗进步以后，长期存活的也变多了。医学界本来就希望我们在几年之内把所有癌都变慢性病，因为那个药会一个个出现，那我们就活着等新药出来。在第一开始，我要不要下重手？医界里现在就算是标准的手术，也有越来越小的趋势。整体的方向就是把癌症越治越简单，所以我预期变成慢性病是指日可待。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我们国健署的统计啊，国人每4分钟零2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我们现在在讲话的同时，已经有好几个人罹患癌症了。癌症真的很可怕吗？哦，的确是。只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让您跟癌症共处。就是不幸如果你罹患癌症的话，那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星光医院肿瘤治疗科主任季匡华医师。医师好。你好，钱小姐好。医师，我刚刚讲到这么多人罹患癌症哦，过去大家听到癌症就觉得哇绝症哦，可是现在其实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你跟这个癌症共处，然后呢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好好的让你的生活品质至少调整到最好。到底怎么做到？我们治疗癌症的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消灭癌症，第二个就是改善生活的品质。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去消灭它的时候，改善生活品质是我们的第一目标。因为癌症在很多的情况下，尤其是第4期，事实上很难把它消灭光。那生活品质好，我们以前有讲叫与癌共生啊，但是这个共生有点误导。你讲的比较好，与癌共存。那与癌共存的意思是把癌症当作慢性病来看待，就好像我们糖尿病、高血压没有治好，也不会治好，但是它可以控制。那癌症用这种心态来看它的话，其实生活品质是蛮高的。你真正算存活区没有差太多。所以就是杀不死它，我就跟他一起共存，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那到底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我杀不死它？是医生会告诉我们吗？还是？好，第一个是如果你是第4期的癌症，你经过了好几件的治疗了，比方说我一开始开刀，后来复发又打了化疗，打了几次以后变成比较差，那当然我们可以想办法用新的换药的方法来做哈。那在都不成的情况下，我们就以一种癌症共存的方式。比方说，你用很简单的慢性病的概念里，像标靶药，在以前肺癌没有标靶药的时代，很难得有第4期的癌症能够活超过1年的。现在超过7、8年、10年的相当多，那是因为药的进步。那我们就活着等新药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进步以后，长期存活的也变多了。那免疫治疗就一定是有用的，因为以前我们不喜欢治癌的方法是因为化疗、放疗，那现在化疗、放疗手术不做，你只靠药物可以长期存活。那例子非常多，医学界本来就希望我们在几年之内把所有癌都变慢性病，因为那个药会一个个出现。那有些病还没有出现的，那你在第一开始，我要不要下重手？那比方低风险的射物腺癌，已经有文献报告，你什么都不要治，边走边看，或者给他一个荷尔蒙就够了，跟你去开刀做放射线，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但是你前提是叫低风险的年纪大的射物腺癌。好，那低风险是医生会决定。同样的年纪70岁以上的乳癌，你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吃荷尔蒙就够了，荷尔蒙就可以吃5、6年、10年，那你就等于是慢性病。那有些血癌。还有一些淋巴瘤，淋巴癌是属于比较好的，像滤泡型的那种，还有一些甲状腺癌，很小颗的，肾脏癌小颗的，根本都不用治，你用追踪的是 OK。那当然 OK 的前提是你必须筛选过，然后医生也觉得你开刀或者是做别的有一些风险，你就晚一点治，因为你可能同时存在别的病，就晚一点治，过一阵再说。像那种类似的例子相当多了。那医界里现在就算是标准的手术，也有越来越小的趋势。那放射也有越照越短、越快、越精准，所以整体的方向就是把癌症越治越简单，最后简单到你用一颗药物去把它当慢性病，这是最高境界。那还没有达到那个之前，
所有的病都往那个路走，所以我预期变成慢性病是指日可待。对，现在还在往那个方向的发展。对，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跟癌症共存有2个指标，一个是年纪。对，是不是？那一个就是你的病程。对，那如果你现在年纪30岁、40岁，那还是中壮年。那如果说你是70岁或80岁，那可能你要跟他共存那样子的理由或是倾向就更强烈。强烈，对，就是几个方法，他们都会告诉你1、2、3都可以选。那对于年轻的，就是您刚讲的非常好，年轻的我们要胜率越高越好，不要太在乎治疗的副作用。年纪大的，副作用就要注意。所以就比较倾向去选择更轻的。是，你要跟他 fighting， 你要跟他战争，你要跟他战斗，还是要选择跟他共存哦？其实某种程度，年纪还有你的病程，还有医师的指示非常重要。可是，一旦呢，我们现在假设，一旦已经决定要跟癌症共存，那对于自己跟家人，一定会带来一些好处吧？我们最惊讶的就是刚刚我讲的例子，你真的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标靶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经过那个阶段。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受的训练是焦土政策的训练，而且认为癌症就要把它开得彻底，杀得彻底。后来发觉根本都是错的，都错的。因为我们对于癌症的生物学懂得不多，我们以为只能用杀，那事实上可以用很简单的药物，就长期的控制。所以把它变成慢性病是绝对是正确的一件事。OK， 而且现在 AI 啦，它各种药物的发展非常的快，他们都预期大概30年以后我们都没饭吃了。2030年以后，30年以后，像 B 型肝炎预防，现在肝癌40岁以下就已经减少了。那子宫颈癌他们现在打那个 HPV 的疫苗，头颈癌以后也少。那现在不抽烟不喝酒，所以也会少。所以以后老化的病是比较重要，癌症它这个真的是会越来越少。少了以后。那治疗方法又越来越轻，都是降阶的治疗，然后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所以就不用那么害怕。可是刚刚医师提到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你们年轻的时候受的训练是要把它全部杀死，对，要焦土症，焦土策略，对。现在其实都不这样做了，就看什么病，化疗会达到全剂量，就是像肺小细胞癌啊、淋巴癌、血癌，那现在都会并用一些标靶药，并用一些免疫药，强度也会降低。是，我知道医生有提出一个这个热治疗的一个概念，这个很有名在医界，然后里头有说发烧发热是身体在自我治疗。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热治疗？它真的可以帮助抗癌吗？那它的风险又是什么？它很多种变形了哈。像我们是用叫电磁波，在局部的地方产生热来杀死癌细胞。通常你要杀死一个癌细胞，至少要45度维持个10分钟，它才会死掉。那我们一根针如果插进去，那个叫热消融，它都可以达到70、80度的温度，所以它一个范围2、3公分内是会被杀掉。那有时候肿瘤比较多、比较大，不是插针进去的话，那我们从体外给热没有办法给到太高，通常40度到42度，那个温度杀不死。它功用就是吸引免疫细胞过来，第二个就是细胞的修复能力下降，会帮助化疗、放疗的杀伤力会有1+1大于2的效果。那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是免疫，那我们把热给它再降低，把电加强，我们叫脉冲式的治疗法，出来就没有热，电会比较强，就是分子震荡呢比较强，产生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分子在震荡，它抗体的接触啊，细胞跟细胞接触的几率会增加，是那个叫非热效率。所以热治疗它基本上温度不高，它根本就没什么大的副作用，顶多皮肤会有点热的感觉。那如果你针刺进去当然是比较侵入，可是风险也不大。这几种方式都是有用的。所以热治疗搭配这个免疫治疗，就是1+1大于2，这是一个绝配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哦。对。那另外我看到医师也有提到一个癌症冬眠哦，那癌症冬眠又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开刀，把肿瘤拿掉了，是在1、2年内转移的地方复发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开刀的时候是2期、3期，为什么我会复发呢？是因为那些躲在肝、躲在肺的那些细胞，它假如每1个月或2个月1倍，经过了1年，你就增加了1000倍或5000倍、6000倍、10000倍。我放在那里2年内，你看到它长大，就代表说你那个就没有冬眠。会冬眠的，大概我们都讲说，过了好几年。像乳癌就很常见，乳癌过了5年还会复发。那你说癌我早就拿掉，为什么会复发？就是
当时跑出去的，它在里面睡觉了。它是冬眠的细胞，它有一些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它不会分裂，可是它具有分裂的本钱，这种子如果在适当的水分啊、温度，它会发芽嘛，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给这个冬眠的细胞水啊、养分啊什么这种东西，就会促进它发芽，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可是怎么知道我们细胞有在冬眠吗？癌细胞，你一定要想象你有。一定要想象对，因为你即使第1期、第2期，在你诊断的时候就可能有些出去了，否则就第2期的开了刀，应该不可能有人复发，因为每个都开掉了。为什么会转移？就是它早就出去了。它出去了就睡在那里。好，那我们现在想，它为什么冬眠会复苏？其实现在慢慢的都知道了，冬眠的细胞它有干细胞的特性，它会不断的长，它是种子放在那个地方，它要长，它必须要有一些老化的细胞，像不好的血管细胞、纤维细胞、免疫细胞聚在它旁边，然后那些老化的细胞它不增长，可是它会给它发炎物质，它慢慢的灌溉它就会复发。所以四大将军就是说，我们要防止复发，就是因为我身体有一些冬眠的或藏在哪里的细胞，它有可能因为你又继续发炎了，它跑出来。所以我们身体就像是一个花园或是一个沃土一样你要好好的去守护你这一片花园。对，不管现在是不是健康，你有没有得癌症，那四大将军去巡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这个蠢蠢欲动的可能。对，那如果你已经得了癌症，然后你也1期、2期，你已经用开刀或者化疗各种方式已经把它给去除了，对，你还是要担心有一个休眠的细胞在里面。没错，所以四大将军大家牢记在心。对，如果啦你自己或者是家人罹癌，这个真的是一个大事情，然后大家心情也都不好。那像如果您决定要跟你的癌症共存或共生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支持你的家人，或者对自己做心理建设？好，第一个就是多陪伴他，因为那时候家人的支持最重要嘛。尤其年纪大的人，他不太会上网，多给他提供资讯，帮他整理一些药物，带他去医院，因为我觉得病人到医院其实蛮辛苦的。那有家人陪跟没有陪了，还是感觉真的有差。然后呢，到了医院里面跟医护就多点互动，有时候鼓励一下那些护士啊，你下次去就方便很多，他病人心里都会很舒服。对，像这个其实都是帮忙病人的了哈。那家人的支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我想请教季医师啊，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换这个治疗的方式？什么时期去跟医生讨论是最好的？好，医生来判定疾病有没有被我们控制。第一个是病人症状，第二个是客观的，比方说 X 光的大小，或者是抽血可以看肿瘤的指数。病人可以有症状来知道。每次抽血，它最好都能够记录，尤其肿瘤指数的变化。如果我们以指数来讲，通常一开始会降得很快，可是后来会有点缓慢。到最后会回头又上升，在上升的时候我们就叫抗药性。那如果开始缓慢的时候叫做耐药性。我个人的话是在耐药性出现的时候，我就建议病人加一些别的方法。那因为我自己本行有做放射，所以他在用药物，我刚讲是4期癌好了哈，4期癌这个药物开始有效，然后你看它效果变缓慢，这个时候就加上放射，因为放射跟药常常不会交叉抗药，所以它又会有效一阵子。那或者是我们用一些老药新用，会逆转一些抗药性，就可以让你原来的药再有效一阵。所以当你第一个药确定没什么用了，医生在他已经抗药性的时候，一定会给你换成新一代的药或新的疗法。那个我们就叫2线药。那2线药不见得比第1线好，也不见得比第1线坏。在决定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做基因检测，看看你是不是有新的药或新的突变。所以那个大部分是医生的事情跟医生的责任。那病人自己就知道我的症状如果变好了，又开始变坏，通常都是有点不太对的时候。假如自己很仔细去感觉，症状通常会在 X 光之前会有现出来，就你自己会有感受，会有一些感觉，痛啊，或者是怪怪的，肚子胀啊，才会有感觉。对。要相信医师啦，然后信任医师，还有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对。不过我必须讲有一些坊间有一些传说，像医师您这个书《自己的癌症自己救》那里头其实也提到了有很多破除恐惧的迷思，这些是以讹传讹的迷思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能够请教医师？像刚刚讲说治疗的方式，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越新的药、越贵的药越有效，这是真的吗？
我会说不见得，不见得。比方说做放射的，我常常跟病人讲当然可能有些医生不同意，就是我们一定要做重离子嘛，我们一定要做质子嘛，它真的会比光子好吗？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题目了。简单的讲，我是认为不见得，不见得。就像我们开车子，只要能到就好，不一定要坐最贵的车子，是，就是这个意思。那它加分的不多，如果用叫 CP 值来算的话，那答案就比较明显。那 CP 值相等，你就不一定要用最贵的，这是确定。是因为刚刚医师有特别提到，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已经到了癌末，就第4期，对，那就会觉得说药食罔效，他会求助于自然疗法。自然疗法在西医有很多医师是不赞成的，可是我知道季医师好像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自然疗法这件事情到底有效无效，能不能够去尝试啊？自然疗法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那我刚讲说，我们重视我们的4大将军，也是他们4大疗法的精髓。其实整体归一就是说，我们很注重那件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不管你是吃中药啦，你是去做运动疗法啦，就说我完全要依赖一个来治疗，其实成功的几率是不大的。就说你停止西药，直接去做自然疗法，成功几率不大。对，自然疗法那个是平常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做。我们不反对并用，是对，因为自然疗法绝大部分都是吃的啊、运动的、就4大将军，也都是那个的变形，或者是特别的一个门派，他们的效果大概都是20%、30%的进步，再多也没有了。花很多钱去做自然疗法，那更是大可不必。甚至有些很自虐型的生酮饮食啊，或者是完全不吃的啊，饥饿疗法，就是饿死癌细胞，都不好，都不行。对，都不需要，不要去做那种。不要做。你那时候就把自己好好去想想，如果医生第一线、第2线都失败了，他说你剩下的时间不多，确实80%、90%医生讲的不会错，真的不多。那时候好好利用时间做自己想做或未完成的事，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那很贵的像细胞疗法那些，假如是早期的细胞疗法，大部分也都是 CP 值不够的，你花了很多钱，最后结果都不好。还不如好好睡一觉，还不如对，或者让你心情变好。对，心情变好，把那个钱拿来想想做什么用更好。还是要记住4大将军：好的睡眠、吃得好、健康，还有心情保持愉快。另外就是适当的运动。最后医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抗癌这件事情越来越个人化，可能我们在这里跟你讲的，跟你个人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医师是不是可以给这些正在抗癌的路上苦苦前进、很辛苦的这些人这些朋友们，到底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调试心情也好，跟医师的这个沟通也罢，个人的抗癌有什么建议？好，个人化的抗癌里面，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治愈力是靠4大将军，那里面比较困难的是情绪，情绪所造成的效果，其实我认为也是最大的，就是正念的思想对长期存活。我们看个案报告里面那种 case 都特别多，就是他有执念的一种人的，通常会活得比较久。执念，对他，比方说他，就算他宗教情怀很深很深的哈，他们也会活得比一般人久，因为他不太害怕，他觉得他有事做，就是有一个信念。对，有个信念，那个精神力真的会影响免疫力跟各种方向。我没有太多证据啦，我觉得肠道菌是很个人化的，就是想象我们身体有一堆的肠道菌，是这些肠道菌就跟我们细胞里面粒线体，它们都是菌，这2种菌，它们中间一定会有某种连通。我们把自己的菌养好，其实也是养好我们粒线体的一种广义的讲法。那所谓肠脑轴，因为肠会影响脑，脑会影响情绪，情绪又是这4大将军里面最困难而且最有效的。那我自己看那么多例子，我自己深深觉得，心情放越开的人，他真的活得越好。对。所以正向的思考，然后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执着或执念，或者是信仰也可以。对，心情应该是这个牵动你身体里面最重要而且是最难的部分。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季匡华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
不管你是不是身体健康，您是不是罹患癌症，或者是你的家人罹患癌症，在这条路上你绝对不会寂寞，也不会孤单。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拜拜，谢谢。